阿威，什么事？你有拿我当朋友、当兄弟吗？你先把枪放下好吗？张家辉又被人拿枪指了，这一次可不是什么5年怎么过的，而是因为他为了隐瞒儿子肇事逃逸的事情，欺骗了所有人。只因为儿子撞死的人就是他宣判12年韩奎龙的儿子韩刚。秦玉努力地编织自己的谎言大网，不惜欺瞒所有人。可这挨千刀的儿子却把哮喘器遗忘在了案发现场。最关键的是，哮喘器还被送到了警方的手中。不过高智商的秦玉法官很快就想到，只有把水搅浑，他们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我知道撞伤韩刚的人是谁。你是谁？如果让韩奎龙知道撞伤他儿子的是戚长荣的人，这件事只会没完没了。是旧城帮戚长荣的人。在韩奎龙入狱后，两方势力之间的摩擦不断升级，而他这么做的目的或许只是在夹缝中生存，但谎言早晚有戳穿的一天。当阿威得知自己被骗后，就拿着枪质问秦玉为什么要骗他。你说什么超速？你跟那些混蛋有什么区别？我为了帮你，我家里还有2个小孩，是不是要把他们的2条命也赔给你？你先听我解释。你要解释什么？继续说更多的谎话。你知道撞伤了什么人？为什么还要拉我下水？我也不想拉你下水啊。阿威的手里有枪，秦玉不得不坦白，当时开车的是他的儿子秦一维，而撞死的人则是韩奎龙的儿子韩刚。一旦东窗事发，到时候秦一维肯定连骨头渣都不剩。你也有儿子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现在你开一枪，就是死2个人。博取同情，换位思考，被这名正义的秦玉法官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而阿威最终也只是轻轻的一拳倒在了秦玉的肚子上。阿威身同感受，毕竟他也是一名父亲。但是因为这件事入狱的外甥阿宝又该怎么办？秦玉心中所想的是让阿宝认罪，而他所能做的就是拿出所有的积蓄。都说老表坑老表，坑死也个屌。但这一次是舅舅坑外甥。秦玉说服阿威后，阿威就找到自己的表妹，希望他能说服阿宝认罪。阿宝偷车偷东西不是第一次了，等他长大以后，为了赚钱，说不定会帮戚长荣走私贩毒。他将来的结果可能也是要坐牢，倒不如利用这次坐牢换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。随后阿威提出车主给了一笔钱，只要阿宝认罪，那么表妹一家的生活就可以得到改善，其他3个孩子也能有钱上学，甚至离开这混乱的旧城区。你有糖尿病，看病也要钱，如果连你也倒下，3个孩子怎么办？表妹看着外面3个孩子，最终她还是狠下了心。表妹买通了狱警，在监狱见到阿宝，并且提出让他认罪。我们无权无势，没办法跟人斗的。我们不是认罪，是认命。阿宝，你老爸2眼一闭，什么都没留下，妈还有病。如果你也坐牢了，你说这个家该怎么撑下去？阿宝作为家中的长子，如果坐这个牢能让家里的生活得到改善，弟弟可以上一个好的学校，母亲的糖尿病也能得到治疗。最终阿宝选择了向命运妥协，只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之前他把自己不在场的证明告诉了律师小周，而小周更是有一颗正义的心。他不但向媒体公布了阿宝跟肇事逃逸无关后，还爆料了警方滥用职权殴打阿宝。只是这条新闻已经被韩刚的弟弟韩烈看到了，查到在哪间拘留所，但是查不到人名，警察封锁了消息。总之这笔账一定要有人还。韩烈的手下联系了狱中的小弟，让他务必干掉阿宝。小弟在接到命令后，就偷偷的烧了一锅热油，随后便走向了阿宝。